您家有幾畝地呀？2畝。2畝。一般村民一家人有幾畝地呀？一個人都是7分田啊。一戶人家按戶籍人口算，就一個人有7分田。7分。現在沒有了。現在沒有了哈。這個用古洞，那個古洞四四方方的鼓打。哦，就在哪裡打？就在這田裡面打，谷子曬乾了就搬了。哦，要在這裡曬好多天。曬天氣好就是3天、10天。大家好，這是龍脊梯田系列影片的第5集，也是最後一集。在前面的4集影片中，我們分別遊覽了金坑大寨、平安壯寨、古壯寨。那麼這一集影片，我從古壯寨步行回到平安寨，看到這裡1年1度的收割稻谷的景象。在龍脊梯田最後一集影片中，讓我們一起回顧一下這一片中國最壯美的金色梯田吧。这收的挺快的哈，就幾個小時的時間。咱們看這個梯田都很窄的哈，然後下面那一片呢就不種梯田了，種羅漢果哈。你看早來一天跟晚來一天的這個看到的景象很不一樣。前面就是九龍湖湖寬景台，走上去還要半個小時。這田埂上是布滿了燈帶的，看，昨天來完全不是這樣的。這也是梯田哈，就這一個山頭收了，那邊還沒收。像這一戶人家，他的梯田呢，他是從高處開始割的，然後割完高的往低處割，也就是說啊，就一戶人家他有好多個田，但是每個田的面積都不是那麼大，因為我們也看到它雖然很長，但是它的只有1米的寬度嘛。
天是我最後一次。後來過了幾年以後，就開始用那個機器了，就是這個稻谷收割機路過這個田野。那這邊的話，它畢竟每個田都那麼小，又是在梯田上，機器作業是不可能的。無論科技發展到什麼程度，也許未來有適配這個梯田的一些稻谷收割機，但這個市場應該不大，所以未必能夠倒逼這些企業去開發這種機器。如果這個市場很大的話，我相信肯定會很快就開發出來，這也不是太大難度的問題。我看到這幾名外國遊客用手機一頓拍的，很欣喜的眼光看着這些收稻谷的景象。說到國內的大米產區啊，可能很多了解稻谷產業的人第一會想到就是五穀大米。我曾經在這個東北大地上，就是遼闊的平原上啊，就是拍攝那個稻田的景象，豐收景象跟這裡很不一樣。那麼請大家看一下我的這一部短片啊。无人机航拍有偿，无人机商业拍摄，帮你拍摄那种稻田的那种唯美的短片。哦，那里也在收哈，去看一下，那個稻田就大一點。看這稻田裡面的墓碑。通常都是有一個，不知道叫小狗還是叫同一片天地之下，遠處觀景台傳來那個熙熙攘攘的聲音，有人在勞作，有人在遊玩。你像這一片的梯田面積就不是剛才那種狹長型的了，它就大一點。
上面就是九龍五虎的观景台、观景楼。你看这幅画面啊！哎，大叔你好，我看您家的稻子为什麼有一些黑色的呢？是蟲草？那個是包灰啊。最好它這飛波啊。飛波。那個霧水太大了。啊。有的洗那個。啊。飛波。哦。您家有幾畝地呀？3、4畝。3、4畝啊。自己吃啊。都自己吃的。吃不完就養豬啊，拿來。啊。那這個2、3畝，它的產量有多少斤的一個大米呢？2000斤啊。2000斤。哦，2000多斤啊。啊，稻谷那2000斤的話，那就是有1400斤。1.45。你們這個田好啊，不像是在那個階梯旁邊的都被踩的一片狼藉的。你們這個就是剛好不在路邊，就保存完好下來了。遊客採了，它也有補貼啊。這我們都沒採了，它沒補貼啊。這邊主要收入是景區收入，對不對？稻田的收入算個啥？9牛1毛。對，要採就採在那裡。剛才有一名遊客在這田埂上大言不慚，就聽得我挺來氣的。他說這些都是過季的稻田，而且採了人家是有補貼的。我說憑什麼人家辛苦一顆一顆汗水種下來的，然後因為有補貼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把他們踩得一片狼藉，還不是採1顆2顆，一整個田都被踩的就是破爛不堪的，完全沒有收成。而且聽他那個口氣，他還踩得心安理得了，還踩得這面不紅耳不赤的，就感覺完全就是為自己的無良行為找理由找借口。這是央視的攝製團隊帶了模特過來取景的。大哥也是沒想到，這個轉眼之間自己成了那個央視紀錄片的主角了，主演了。這跟我們玉林那邊不一樣，我們玉林那邊收稻子的時候，這個田還是有水的。那這個是早都放乾了。哦，早都放乾了。體驗了一下這個，是吧？那不耕地的人，咱就。對吧？嘿。多少只呢？這個問題不是我們的。您可以配合一下嗎？我們現在馬上要抬專題了，中央台了。稍等一下。這裡要怎麼拍？我們找參與嘛，那個。年中國來的蓋。这谁的飛機啊？先別往這邊走，你們別往這邊走。再老再可，那就沒事。我來的時候，田裡面只有農民。
哦，你看這的這個稻谷好嚴重啊，變蟲害，黑了好大一片。Respect， 尊重，尊重什麼？尊重我們的生命基石糧食呀。糧食有多重要？只是說現在和平年代啊，糧食產能呢也還可以，所以就惯出了一些毛病。你再给你打个比，那不是这个读书就比现在多。他这不行啊，我这不行啊，不行也要行，反正办法有的。好多的百香果壳。这是九龙五虎观景台，桂林米粉，百香果汁。这山頂好多的商店、咖啡、紀念品、服飾、租賃。中國稻作文化科學研究基地，一路爬上來的。你看，這是過去了20-30分鐘啊，那個稻田已經收了5分之3了。世界梯田原鄉。左腳10啊，左腳10，好下再見，左腳10，左腳左腳1、2、3、4。九龍五虎應該是梯田的形狀，仿佛九龍五虎。哇，它是一個樹根啊，把它搬到山上來了。這估計都幾百年的樹林了。朋友們，你們看出哪個是龍，哪個是虎嗎？然後那個遠處的，就是古壯寨啊。從古壯寨走到平安寨，大概花30分鐘到40分鐘。其實我還是比較喜歡古壯寨。就是論景色，那自然是平安寨也好，或者說是這個金坑大寨會更壯美一點。但是古壯寨因為遊客少啊，我覺得我在那裡感受到很平靜的、很從容的一個遊覽的心態。
不要再不去。盘山公路的钱收官职的权，收火报收我们是老乡自己的多。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，割完了，休息啦，休息了啊，下班啦。我帮你背我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灯，它是埋在这个田里面的。好，可以了，5分鐘啊！我嚟睇下畫面啦。係邊個有隻黑袋？可以了。我的，哎呀，好了，我好了。休息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哎呀，我們看到的就是這裡，我可以有走一下的。這個被踩的顆粒不剩啊！這個小東西好玩，手機就能操控。我这脚感觉特別累啊，就你是不是太餓了呀？草都吃，第一次看到吃草的貓呀。崇山峻嶺的哈，千溝萬壑的。現在從平安寨怎麼回桂林又成了一個小挑戰啊！因為時間比較晚了，末班車已經早走了，所以呢我就打滴滴啊。打滴滴的話，通常是100塊錢，有幾個訂單接了，他給我回電話的時候要加價，加到200塊錢才願意走。連夜趕回桂林，之所以這麼趕，是因為我要前往貴州。我曾在四川大涼山體驗了熱鬧的彝族年，那裡豐富的民族風情啊，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回憶。所以這一次呢，我也想體驗一下貴州的苗族年。幾天後，在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，將有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個慶祝活動。來桂林3天了，第一次吃這邊的特色美食啤酒魚，這一鍋88元。